的一个制作啊，这就是我们上节课画好的脸，大家可以拿出来，我们可以开始制作了。今天呢，我们这个头发呀，它虽然说是一个灰色，但是它还是有特点的一个灰啊。它的因为我上面戴的这个发卡，包括它身上的这个包包，都是一些偏暖一点的颜色，眼睛也是偏暖一点的颜色，所以说我的头发呢，它也是偏暖一点点的灰。那该怎么去调呢？相信普通的灰色大家应该都会调吧？那你们在就是调出来自己喜欢的一个深浅程度的灰色之后呢，比如说你今天想要制作一个偏暖一点的这个灰色，那我们可以在里面呢去加一点点的这个红色啊，就是少量多次的去添加，然后还可以去添加一些黄色，这些都是一些比较暖一点的颜色，然后我们进行一个调和就可以了。如果你想要制作一个整体都是冷色调的一个，全都是冷色调的一个人物的话，你可以给他的头发里面去加一些什么蓝色呀、深蓝色呀、深紫色呀，其实都是可以的啊。现在大家先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调一下我们这节课的一个颜色，当然你们也可以根据你们的眼睛的颜色来就是进行一个调色，比如说像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眼睛呢，它也是跟那个棕色的头发比较搭的，还有一些米黄色的，就是那种奶黄的颜色都是可以搭的。然后这个紫色的话，咱们可以跟粉头发呀，或者是那种紫头发、浅紫、深紫都可以啊。现在大家先开始调好了的同学，或者是你就有现成的颜色的同学，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给我扣一波1，咱们就可以开始上课了啊，就开始做头发了。好了，好，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就开始吧。完了，上节课没上，那这节课先看吧。准备一个脸，你之前有画的脸吗？可以把那个脸拿出来。就晨晨一个扣了1啊，大家都在调色吗？啊，Linda，咋都不想做了呢？动起来，动起来！你要是不想做，你大体凑凑合合，哎，做一下，然后课后我帮你看看问题，然后你以后想做的话，你再好好做一下嘛，别偷懒。下面的话呢，咱们先来开始，就是做一个简单的就是取土的一个测试啊，因为我也不知道自己取的对不对，所以说我现在呢，先随机取一个直径差不多是3厘米的，然后我先给它按成一个半圆形啊，厚度的话呢，给它把控在一个1厘米到1.5厘米，当然不能是1.5的话它有点偏厚，我们到时候它后面还要去贴一层发片，所以说不能太厚啊，然后把它的这个就是脑袋后面的这个部分的粘土，用我们的手掌稍微给它按扁一点，就是按成这样的一个形状，看到了没？把这边稍微按扁，按薄一些，然后你可以抵上去，就是大概去测量一下它们一个整体的这个厚度和大小，反正头发不能特别的厚，并且上面还要再高出1截，这样你最后粘完头发之后，整个脑门它是很好看的。啊，然后我的这个有点不太够，我再去添加一点点的土。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是多少的取土量。咋调颜色？颜色的话呢，就是在普通的灰色里面去加一些红色、黄色，让你的这个灰色呀偏暖一点点。如果你想要制作一个偏冷一点的那种冷灰色的话呢，就加深蓝色，好吧？好。下面呢，咱们大家取出一个直径是3厘米的啊，真的是刚刚是3厘米，甚至还会多一点啊。大家先取出来，先将它揉圆。这谁呀？晴天还在骑车就打开这个直播了啊！哦，也是，为什么现在的人越来越少了？前面简单的大家都还在，一到难的大家都溜了。啊，我们下面的话呢，就先将它拍扁，然后厚度的话，尽量在1.5厘米以下，给它尽可能的把控在1.2、1.3之间，稍微薄一点点。然后根据我们所要的这个脑袋来调整一下它的一个宽窄，按扁调整宽窄。然后呢，后脑勺的这个部分啊，就是下面这个部分呢，用我们的手掌靠着地。
靠着我们的桌面，然后给它按扁啊，倾斜一定的角度，差不多45度就可以了。然后轻轻的给它按一按，好，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啊，大家可以就是看好了。后面这个脖子的与脖子衔接的这个部分，它是这种的，就是一个45度的这个夹角，是有一个小斜坡的，前面就不用管了，按照正常的处理就可以。啊，然后我们下面呢给它就是贴好。贴好之后的话，脑袋这块会多出一点粘土，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然后我们开始，因为脸已经干了，所以说我们不需要去捏它后面的边边了，我们直接去将边缘给它都粘紧了。是不是因为没有什么福利啊，或者是什么好处啊，大家都不来了？你说这真的是，这是给你学呢，还是给我学呢？竟然都不来了。好，最后的话，脑袋上方就多出了这么多，然后咱们给它就是慢慢的给它往前推，是不是从那3节课画眼睛做素体那几节课就开始疯狂掉人了，大家就害怕的不来了。好，最后呢就是做完之后，我们要从它的一个正面去检查啊，左右两侧不能太鼓，要给它捏一捏。上面的话呢，从我们这样正面去看的话，是需要有一点点的灰色的，是要高出来的啊，是要高出来一点的。那接下来的话，大家就可以去慢慢的给它调整。那我的话呢，习惯用亚克力板去就是调整一下，就是把它的上面给它往上滚，这个边缘的话也要给它滚得整齐一点。然后侧面的话，你看，侧面的话是这样给它往上滚一滚。你们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工具，或者是你要是不喜欢用这个亚克力板的话，你可以用那个叫什么来着啊？用加点凡士林，用手搓也是没有问题的。哎，真的是没有福利，大家就都不干了，真的是现实的女人们。好，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从侧面看的话，一定要注意它的这个脑袋的上方，它的这个是倾斜的这样的角度啊，这块是一个重点，敲黑板了啊。首先的话呢，是注意它下面是这样往斜上的，然后到了脑袋顶上的话，它是这样一个圆鼓鼓的啊，是这样圆鼓鼓的形状。大家千万不要把脑袋上方做成这样子了，就是这样子啊，就不太好了。这个是很多人的这个是他的后脑勺，这个是他的一个脸部，中间就会有一个坑。我们尽量就是用亚克力板或者是用手去把这块的话呢，就是给它过渡的，你看就过渡的非常的自然就 OK 了。前面这块齐不齐都无所谓啊，后期的话是需要加那个头发给它遮挡的，所以说这块都没有多大关系。对，现在先跟着我做啊。好，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了。好，先放在这里，然后我去喝一口水，大家赶紧去制作啊！一定要记住这2点，就是正面是这个样子的，能够看到上面像月牙一样的啊，是月牙一样的这个后脑勺啊，从这块开始。成一个月牙形状的，千万不要给我做成这样子的啊，就不太好了啊。这块是月牙的，这个部分是要给它去削掉的啊。然后把它翻个个，然后你们看一下，我喝口水。啊，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开始去制作它的这个这个后脑勺的头发。先制作后脑勺，然后咱们再去制作它前面的这个刘海，好吧？后脑勺的话，在制作之前，大家先拿出我们的这个棒针工具，先去找到咱们这个，也就是整个啊，就是你去看俯视整个圆形，你看这里是个圆形，对不对？我们去找到中心点，就是找到它的发旋的一个位置。
啊，先去找到发旋的一个位置，就是在这里，差不多就是沿着咱们这个脸部的边边往上延伸的这个部分就可以了啊。这块能听懂吗？就是我们从顶面上去看，它是一个圆形，它是一个类似于这样的圆形。那么我们只需要在中间去找到它的这个发旋就可以了啊。用工具先简单的标记一下，然后来开始制作。Hello， 凯瑟琳，小月影，你为什么说我的眼睛重画了呀？没有啊，还是上节课的眼睛呀，只不过我把左边的眼睛擦了，就是眼皮擦了，重改一下。这个制作方法呢，跟我们之前的制作方法其实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咱们先从正中央的这个刘海，正中央的这个后脑勺的头发开始进行一个制作啊。哦，没事没事，新婵娟没事啊，你这节课就先看啊，先看一下。好，下面的话呢，我们先随机取出一块就是这样的灰色粘土。如果你们家里有那个就是海绵呀，或者是有买那种插板的话呢，尽量给它就是放在旁边，千万不要让后脑勺扁了啊。我去拿一点海绵，就是有这样软软的海绵，先给它放上去，免得它变形。然后开始搓一个这样什么形状来着？这是什么形状来着？我给忘了。啊，水滴的这个形状，然后长度的话呢，就是尽可能从它的这个发旋能够包裹到它的后脑勺的这个部分。所以说大家在制作之前先去简单的测量一下啊，并且前面这块特别尖的，到时候也没有办法用。所以说你在制作这个发片的时候呢，一定要是记住了，就是宁长勿短啊，宁长勿短。厚度的话，给它把控在2毫米就可以了，不用做的就是太厚啊，不用做的太厚。好，同样的老规矩，还是要哎呦妈呀，怎么都出镜了啊？同样还是要去把两边给它就是捏的薄一点点，然后中间厚一点点，然后前面的这个就是你看这块尖尖特别长，我们不需要这么长的，也不需要这么细的，所以说我们需要把这个尖尖给它修剪的，就是稍微宽一点、短一点会比较好。好，我再用工具稍微调整一下，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尖尖的话，咱们尽可能的做粗一点啊。上节课跟着我做的同学，这节课就可以把我们的作业发在那个群里啦。好，然后我们从中间的这个发旋的地方开始去比对一下。好，差不多啊，差不多，你看能够包下来，你看能够包下来，那接下来的话，咱们就把下面的这个，把它这种一小缕一小缕的头发进行一个修剪就可以了，然后把它拿下来。在修剪的时候，这里有一个重点了啊，要敲一下了。为了让你的整个发尾的这个部分好看一点的话呢，我们用手需要给它的这个发尾的部分给它稍微按的薄一点点，这样会显得就是就是你修剪完之后，它不会每一个小发片，就是不会说每个小发片都特别的厚啊，它至少是薄薄的那种感觉，还是挺好看的啊。你看这块就特别的薄，特别薄。接下来拿出我们的压痕刀，按照自己的喜好去给它分组就可以了。然后刘海就是这个头发的这个制作方法的话呢，咱们之前也有教了很多种，什么叫用笔躺下来画呀，或者是正着画、躺下画、背面画都可以，看你想要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我们给它剪下来。
好，差不多这3根就已经修剪完成了。然后我们可以给它就是放在上面继续去调整一下啊，比如说像上面的发丝纹理可以调整，然后中间的修剪痕迹啊可以调整，然后包括每一个发片，你要是觉得它边缘有那个修剪的这个厚度的时候，你可以给它把上面往上拨，下面往下翘，然后用手捏一捏，把它的边缘都调整一下，都是可以的。好，调整完之后，给它就是把这个小尖尖稍微嘬在一起。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一个发片就已经制作完了。然后我们把它的这个尾巴的地方稍微往外翘一点点就可以了。啊，现在人多了，虽然没有像咱们刚开始一样人那么多，但是至少不像咱们刚刚一样那么少了。啊，你看这样的话，它整个头发就是有了一定的这个弧度啊。你从侧面看的话，它是有了一定的这样子，然后尾巴会翘起来，就是尾巴尖尖这块会翘起来。一定要趁粘土没干的时候，慢慢的去把这个小窝窝给它窝起来啊，然后给它放在正中央的这个部分。啊，然后呢，这块的话呢，就是给它贴到，就是差不多与中间这个交界线有一个将近4毫米的一个位置，然后给它就是翘起来就可以了啊。这个的话呢，不需要去贴到这里啊，这个不需要贴到这里，我们稍微往后退一点，差不多与这个交界线有一个4毫米的距离就可以了。好，按照那个方法把这个多余的部分给它修剪掉。在头发的制作过程中，大家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及时问，因为这些的话呢，咱们也已经练了很多遍了啊。然后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会的。那如果你真的是不会的话，也不要就是憋着啥也不讲啊，你一定要及时的去讲出来。因为我也讲了很多遍了，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啊，我个人是感觉应该会了。啊，然后这样的话，你看从中间这个点是不是就已经给它制作出来了？然后我们把它放在旁边啊，记住啊，咱们中间的这个头发会偏长一点，然后到两端呢会越来越短，这个就跟咱们之前上的就是前面那几节课的道理是一样子的，就是成一个这样的弧线的这个形状，中间的最长，两端的会最短一点点。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去制作它左右两侧的这些头发。然后这节课的刘海的话呢，它是两层的。那一般像对于这种2层的头发，咱们在制作的时候都需要就是把每一个发片制作的相对来说薄一点点。所以说本节课程的头发就不适合像我们前5节课程那样做的那么厚了啊，就要开始慢慢的去把它的厚薄程度进行一个调整啊。千万别忘记给它调整回来啊！我们现在的话，它的这个小发丝偏多了，所以说得越做越精致了。这块的话就比较就是随意了，就是后脑勺的这个，你不管贴几片都 OK， 这里是没有限制的啊，这里是没有限制的，你想贴几片都可以。用亚克力板按完之后呢，我们需要去将它的这个边缘的部分给它进行一个简单的按压。打薄，千万别偷懒啊！前面这块其实先不用着重的去调整，先去把其他的地方给它调整一下。你看，像我的这块就有点偏厚了啊，在这里强调一下，就是我的这个下面的话它是偏宽了，它导致把左边这个就是左边我们要贴左边这个头发的下部分已经给它去完全遮盖住了，所以说我们需要给它就是调整一下，就要给它调整一下它的这个形状。
要修剪出我们想要的一个长度，就 OK 了。Hello， 乐的惊动了！妈呀，这名字我真的是念的好绕啊！我咋之前没有见过你呢？你是咱们这一期的学员吗？啊，修剪完之后也要去调整一下啊。叫乐乐啊，好嘞。我说这名字我真的念的都绕口了都。好，给它放在亚克力板下面。哦，不是咱们期的，你是哪一期的学生啊？是吗，小雨年年？我发现很多就是做得好的人，哎呀，真的是又有才又有颜，让我这种人羡慕不已。有才又有颜的人，哎，我也不是这一期的，你是哪一期的？小雨年年，你不一向做的都很好吗？你从那个什么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做的可好了呀，这有啥可夸的？你自己知道自己优秀就可以了，还让人夸出来，真的是，真的是，哈哈。我露过脸呀，啊，可以稍微给它按压一下。啊，你是日漫的，是桃子带的那一期日漫的吗？啊，桃子目前就上了一期那个，你应该是那一期的。啊，然后我们就可以给它去粘贴了。还记得我们以前的这个粘贴方法吗？还记得吗？记得吗？就是给它搭在上面那一层啊，搭在上面那一层，就千万不要这样去粘，稍微给它搭在那个一层啊，千万别忘了。再修剪一下。啥呀？翟阿姨说什么漏了5分钟？啥漏了5分钟啊？哎呀，这还艾特你，真的是麻烦，麻烦死了。我平时露脸我都真的是，我真的是看心情，心情可好的时候我就会把脸露了。啊，记住去调整一下它的整个长短的这个问题啊。然后还有就是老规矩，把它们中间的这个衔接的缝用手去将它们抹平就可以了。啊，对呀，我就露的比较少嘛。然后把尾巴给它这块就是翘起来就可以了，看到了吗？侧面看一下，是把小尾巴给它翘起来。啊，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把这边的给它进行一个织作粘贴，啊，中间的这条缝一定要给它抹平。可以用亚克力板，我最近还是超喜欢用亚克力板按的，我觉得啊，真的按起来又快又工整又平整。哎，我的圆筒呢？啥事儿？你听了啥事？你昨天去听海苔的正式课了？啊，接下来我们把另外一片也去给它进行一个粘贴。这块的头发制作不懂一定要去问啊，一定要去问，因为以前也是讲过了，所以说我今天就，然后在这里强调一下，就是你不要看我做成了那个，你不要看我做成了这个梭子形啊，就是你不管做成梭子形还是其他形状，反正你最后效果出来就可以了。我知道是什么事，我不猜了，我也不想说了，你也闭嘴吧，忘掉这件事。
啊，就是那些看回放的同学记住啊，就是水滴型、梭子型无所谓啊，只要最终效果出来就可以了。我真的怕就是有人钻牛角尖啊，就出不来了。这咋回事？成这样子。哎 ，Hello， 不知名的小伙子，给我留点脸吧，行吗？大伙儿，能不能给我留一点颜面？好，这块的话呢，咱们中间这块不是发旋的这个位置嘛，然后你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刀片啊，就是给它简单的划一下，然后我们就要把这块的部分给它进行一个填补，把这个部分给它填补上就可以了。所以说这块的话，我是需要一直去修剪的。谁说是看我的回放长大的？你这太可怕了。好奇也不能告诉你们，管住你的嘴啊，贾阿姨，管住你的嘴巴，不准瞎说。好了，你看现在的话呢，就是正好啊，一定要记住了，因为咱们的这个前面的这个粘土往前移了，不像平时就是能够很明显的区分后脑勺和他的脸，现在区分不出来了，那你一定要用我们的压痕刀从下面的这条缝给它就是自己画出来这么一个头发和脸的一个交界线，自己画出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根据这条线啊，我们去修剪我们的这个发片了。你看这不就差不多了吗？是不是？咱们就是再简单的修剪一下。我感觉咱们的案例也没有很难呀，大家是在怕什么？我看才87个人，一下子就是跟我们往常掉了好多人呢。这来上课的一半都还不是咱们班的，还是其他班的。哎，头发的话呢，我今天用的不是小戈壁，我到后面几乎都不用小戈壁了都，没啥差。好，差不多了啊。然后记住就是我们中间的头发偏长，左右两侧的头发偏短，所以说你要自己去给它进行一个修剪。啊，你看是不是就短了？差不多了，给它往外翘一翘。那是啥韩国土？你把我想的太豪气了，我用的就是普普通通的土，就是平时上微缩以及体验课用的那个土。我的韩国土就是只有肤色，没有其他的颜色，只有肤色和白色。啊，然后做完之后的话呢，就是你们看你们自己吧，就是你们要是觉得就是觉得它上面太光了，你们想要去添加一些发丝纹理的话呢，这些也不拦着，你们可以自己随意的去添加那么几个啊几缕就可以了，不用添加太多，因为本身我们这节课它的这个后脑勺的这个发丝就不是很多，所以说你没有必要去添加那么多。好，这边的话呢，我们就给它制作完成了，我们去把右边的这个部分给它就是添加一下。一般就是到我们后期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个头发的一个制作方法，就慢慢的就给大家改过来了。因为之前的话呢，就是让大家去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去制作，到后面的话，在制作3头身、4头身的这个Q 版的时候，我们在制作脑袋的时候更偏向于这种方法啊，就是你们可以看一看嘛，你们看你们习惯哪一种，它是有很多的制作方法的。大家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就行啊，没有必要纠结方法一不一样。
尤其是对于那些平时在制作脸的时候，就是脑门做的特别小的同学来说，这个方法会更好用一些。可以通过后期就是补这个头发的时候，让你的脑门的高度变高啊。懂了吗？一只吃猫的鱼。然后在制作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啊，就是前面这样看的话呢，它是中间厚两侧薄，然后这样的话呢是两侧薄中间厚，它是这样的一个薄厚关系。然后你们可以简单的记一下。当然，遇到不同情况，我说的只是咱们今天课上的这种情况，它是这么做的。然后你们要是不喜欢的话呢，你们可以就是按照自己的一个习惯来啊，反正只要效果出来就可以了。大家就是以后也不要过多的纠结于什么技法方法不一样，只要咱们最终的一个呈现效果出来了，一切都不是事儿啊，一切都不是事儿，只要你的效果出来了就好。不是，这个不是说只针对于脑袋这个脑门不够的同学，这是你做，这方法不一样，这是两种方法。你看你习惯哪一种？我是觉得这种的话会更方便一点点。你们看嘛，你们看你们喜欢哪个嘛，自己选。啊，最后的话就剩了一个这么小的一缕头发了，它差不多是一个小梭子形，所以说我直接用一块小粘土给它填上去就可以了。做完之后，咱们就可以开始去制作它的这个刘海部分了啊。老师，什么情况要用脸膜？没有什么情况，你想用就可以，你想用你就用。就是你是不是在纠结，就是有脸膜，为什么老师上课还要教捏脸是吗？就是这个捏脸的话呢，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就是不管你会不会，你必须得掌握。当然到后期的话，你就是想要就是接单，想要去接一些大量的案例的话，单子的话呢，可能就是时间来不及捏脸，可能不太方便，觉得太麻烦的情况下，你其实可以就是去买脸膜啊，进行一个就翻模，然后多翻一些就可以了。这个是没有什么那个啥的啊。这只是想让你掌握一门技能，你想用脸膜的话，它也是没有影响的，啊，它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好了，下面的话呢，咱们整个后脑勺的这个头发就已经给它制作完成了。然后做完之后呢，从侧面去观察的话呢，它的整个头发的一个造型、一个曲线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就是再看一下啊。稍等我一下，是。啊，从侧面看的话，尤其是咱们不是之前上过一节那个专门教头发的课程嘛，头发它是有弧度的，
是要这样子，是一个半球形，然后到它的发尖的时候要给它往外稍微翘一点，这样的话就不会显得特别的生硬了。你们千万不要就是给它直接包裹住，包裹住的话，其实你制作这些小发片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你还不如直接在一个半球上面用压痕刀去按几条线呢，对不对？所以说尽量下面要给它这样简单的翘起来，往外翘一点就可以了。哎呀妈呀，怎么感觉突然间牙疼呢？好了，接下来的话呢，咱们来开始制作刘海的这个部分啊。刘海的话呢，咱们就先从正中央。那这个刘海其实也没有什么难的，也是挺简单的，就是先制作中间的，然后再制作左右两侧的，再制作这个鬓发。啊，就是中间的、左右两侧的，然后鬓发做完之后呢，咱们去给它适当的去再添加第二层。那因为是2层，所以说就不建议大家把头发做太厚啊，尽量把控在1.5毫米至2毫米之间啊，稍微薄一点点。啊，大美娘，你说啥了？哎呀妈呀，牙疼的不行了，咋回事？翻模会教吗？你是不会翻脸是吗？我这里还没有脸膜哎，我这里还没有脸膜。你看一下咱们的录播课里有翻脸吗？或者是正比课程的录播课，你看看应该是有教翻脸的，你去翻一下咱们的录播课，好吧？给我正常一点啊！那2位同志，给我正常一点。哪里看出来天蝎和射手绝配的？好了，下面的话呢，我们先来制作中间这一组。一般情况下，咱们在制作刘海的时候，就这种碎刘海的时候，不是那种平刘海啊，不是那种齐刘海，碎刘海的时候，中间都会偏长一点。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做的太短了啊，一定要长一点点，听清了没？那粘土的话呢，这个量的话呢，也不用特别多啊，因为刘海也不长嘛，就给它把控在一个1.5厘米左右的一个小球球就可以了，然后给它搓成一个水滴的形状就行啊，搓成一个水滴形就行，然后给它按扁。啊，好，大美娘说了，就是正比古风课的。古风的录播课第1节是教翻脸的啊，刚才不会翻脸的同学可以去看一下啊，就是那个Q 版脸和正比脸的翻模方法是一模一样的，正比的话它的翻模会更复杂一些。好，接下来的话呢，先来制作中间这一片刘海啊，我们先修剪一下大型。哎，这俩作妖的又在那作妖了，真的是绝了！作什么妖呢？真的是一天天的。好，我们可以就是从中间的这个部分呢，给它绕下来，看它能不能到，就是它的这个眼角，就是前面的这个眼角的这个部分啊，看能不能打到这儿。差不多的情况下，从侧面看，整个头发也不是很厚啊，也不是很厚。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开始去进行一个简单的修剪了。哎，好，这个的话，我今天的这个刘海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啊，我没有就是躺下来或者是怎么样，我就是用刀片的前面去进行一个按压的。你就是作，每天都在作死的边缘疯狂徘徊你。唉，老路叹气。最近没有看你们的作业，正好我今天晚上要点评，我今天晚上正好要点评作业。看看你们最近的进步如何了？
看看你们最近的头发制作就是有没有进步。你说护发，那刚才谁在那稀奇古怪的在学啊说话呢？好，从中间的这个部分开始给它绕过去。啊，这个弧度一定要给它弯起来啊，一定要给它就是这样弯起来。你不弯的话，它的效果是不好看的。很多同学在制作那个咱们那节课教头发那是啥来着？我也不知道那节课叫啥了，就专门教头发的那一节课，很多同学就直接就给它糊在脸上了，就是你直接糊上去了。它其实直接糊上去和弯一点弧度贴上去，它是有一些轻微的啊，有一些轻微的不同的。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就是给它弯曲一点弧度，然后轻轻的给它放上去啊，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然后这个刘海给它往上走。最近秃头是熬夜熬的秃头了吗？啊，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第一组的刘海，那接下来左右两侧的这个刘海的话呢，它会偏短一点点啊，它稍微会偏短一点，所以说大家不要做的就是太长了，我们差不多第一组是长的就可以了。把它放下来，把这个稍微再修剪短一点啊，原谅我。看回放的同学原谅我一直在那不停的改啊，这个就是我的 bug， 我做东西就是一直不停的改，没有办法像其他老师一次性做到位啊。看回放的同学请见谅，这个时候你可以快进了。我做东西就喜欢慢慢的改，慢慢的调，有时候海苔都看不过去了，都想揍我了。好，接下来左右两侧，然后。之前好像那个我们那个领导他也是看我做东西，就是他不是也学着做嘛，然后我就说你能不能慢一点？他做东西可猛了，夸夸夸两下就做出来了。然后我说你能不能慢一点？你能不能用力轻一点？他说不行，为什么可以一次性做出来的东西你要那么慢慢磨磨唧唧的磨？我说哎没有办法，我就喜欢磨磨唧唧的磨。有谁做东西跟我一样是喜欢磨磨唧唧的做的？就一点一点的改，做起来多好，一点一点的按，直到按出我们想要的效果，这多好！大家都试试吗？哎呀，就是嘛，干嘛那么着急？啊，然后这个薄厚程度也已经给它弄出来了，然后我们接下来直接，因为我做的这个完全啊，我相信它已经很长了，所以说不用放上去比对了，所以我们直接就是给它进行一个修剪就可以。慢工出细活，所以嘛，做东西干嘛要那么快呀？虽然说我也是个急性子，但是我做这玩意的时候，我性子可一点都不着急。好，修剪完之后一定要就是拿下来，就是我们给它的这个压痕一定要稍微往上，稍微延长一点点。我是有一点点的强迫症，一点点。按理说，我跟蛙哥在这个工作，就是做东西上面都是有一点点轻微的强迫症的，因为我俩的不知道啥星座，都是处女座来着。好，下面的话呢，这个3片的也做完了，做完了之后去把它的这个尖尖的部分稍微就是给它往一起去嘬一下，稍微往一起去嘬一下，就是不用靠得太拢，但是要有一个往内嘬的一个就是动态，然后贴的时候就可以稍微去短一点点了，然后去把多余的部分给它修剪掉。
好久不见，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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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看到熟悉的看到熟悉的词，我就想唱歌。好了，然后这个的话也已经给它做出来了。好，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最左边的这个比较长一点的头发，差不多能够到达它下巴的这个地方。那紫色的眼睛跟这个这个暗恋，这次感觉是两种效果哎，感觉一个是御姐，一个是小可爱。原来没强迫症，上完微缩就有强迫症了，那这微缩也是可以的，至少让大家都有了一点点的强迫症。然后这个的话一定要足够长啊，一定要足够长，能够把它的脸颊的侧面给它进行一个包裹。怎么了，翟阿姨？你要坐飞机飞过来吗？那可别了，别了，特殊时期别来了啊，别来了。你看，正好一定要把这个缝给它就是进行一个遮挡。然后我们今天的话，我没有做耳朵哎，那我等一下去把那个耳朵补上吧。然后在长度确定好之后呢，下面的这个等一下要修剪这个一小缕一小缕的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给它按薄一点啊。你们可以试一试，按薄了真的效果还是蛮不错的。然后这个的话相对来说偏短一点，然后越往外越长啊，你们可以给它有一点这样的一个长短的这个变化。啊，可以有一个这样的1、2、3，像一个小楼梯一样。那我以后都不理你了，你就坐飞机来找我吧。就是哎，算了，我已经剪完了，我准备说用我刚才那个错误的这个，给大家示范一下很多同学错误的修剪方式，但是我改过来了啊，我下一个再给你们示范。剪过的头发痕迹特别重，不圆润，特别是两片中间剪刀剪过的地方，我组织不好语言。你是不是说的就是中间的这个地方呀？这个地方的话呢，你一定要就是趁没干的地方，就是用工具你轻轻的抹一抹，或者是去把它稍微往外掰一掰，用你的手轻轻的去给它按压调整一下啊。这个一定要是在粘土比较湿润的情况下，你一定要慢慢的去调整。然后呢，调整，你看，其实它的痕迹已经没有那么的明显了，看到没？就是你调整过之后，它虽然有痕迹，但没有那么明显了。还有就是你的尖端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尖端这个地方不可以太厚，太厚的话，我跟你说真的是 bug 啊！等一下看看有没有交上来的作业，这个发片尾端是厚的啊，你们可以试一试，这个尾巴厚一点，效果真的不好看。啊，我等一下用另外一个头发给你们示范一下，这个不好看的制作。啊，给它去粘牢了，完了，耳朵给它完完美美的挡住了，还要耳朵吗？啊，你们看着自己的就是想不想要吧，不想要的话就这么给它挡住也没事儿，反正都已经挡住了，那我们就不要它了呗。尴尬，完美的给它耳朵挡住了。啊，那咱们就不要耳朵了吧啊！想要耳朵的同学，后期你们自己去添加就可以了，然后在贴这个左右两侧这个鬓发的时候，去把耳朵的地方预留出来就行啊。然后我们下面的话给大家来进行一个错误的示范啊，就是在制作这一片刘海的时候，给大家来一个就是错误的示范。啊，我把它放在这里。哎，我要找什么来着？
接下来的话，我给大家来个错误示范。错误示范啥呢？我也忘了。CC 我说的那个是不是啊？是不是你遇到的问题啊？就是修剪的痕迹不容易抹平，是不是？是的话来说一说，说一句是的。好，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来一个错误的示范，也就是我不把它下面这块摁薄，我就把左右两侧摁薄就可以了。然后你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问题啊，来看一下。首先第一点是把它的这个下面不要按薄，就让它很厚。然后我们来修剪一下，然后来看一下。两片刘海相交的这个地方啊，你再稍等我一下，我再等一下再告诉你。两片就是等一下再告诉你，我先一个一个解决问题啊。然后这是一片就是边缘没有给它压薄的一个效果，然后我们再来制作一个压薄之后的一个效果，你们可以去对比一下。我可以不用那个啥啊，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给你这块翘起来，你们可以对比一下，就是这两片。其实如果你剪的我这剪的还是比较好的，如果你剪的不好看的话呢，这种厚的是很难把控出来的，特别容易弄不出这个小尖尖，反正就最后不好看。所以说你们如果把边缘的这个小发片边边的地方给它修剪的稍微薄一点的话，我个人是觉得会好看很多的，不知道你们能理解吗？然后呢，对于它的这个边缘的修剪痕迹，大家可以这镜头下面看不到啊，它是有一点修剪痕迹的。其实你稍微用我们的工具这样去就是抹一下，来回去抹几下，就相当于是用手指在抹嘛，抹着抹着它那个痕迹就没了。所以说有接缝的同学一定要趁着粘土还是比较湿润的情况下，赶紧用工具去轻轻的抹，实在不行加点凡士林去抹啊，都是可以的。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小指头的话那个太细了就不容易抹，小指头那个太细了。好，接下来的话呢，是一只吃猫的鱼的同学的那个问题啊。这个问题的话呢，你之前有上过这个课吗？有上过前面的课吗？就这个的话，咱们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啊。因为这发片都还好，它比较宽，手指头就太细了。水晶球说，鱼吃猫。啥呀，水晶球？你这字幕还没打出来呢啊！好像刚才就是一只吃猫的鱼啊，一只吃猫的鱼的同学说的，我们在粘贴发片的时候呢，就是它是这个样子去粘贴的，我们的这一片它要稍微往上去压一点点，稍微要往上压一点点。稍等我一下，我把这个刘海稍微做完之后，我再来看一下你的这个弹幕，好吧？然后在粘贴的时候，其实刘海的话，你们可以不用非要就是那么一个角度，你们可以去给它边缘适当的去弯曲一点弧度呀，或者是呢，你把这个就是这个发片呢放在另外一个发片的这个前面，就是一个给它往下掰，一个往上掰，这样去给它交叠下来，就是
尽量一个刘海稍微多一点点的这个造型，你看这样的叠加的效果其实也是可以的啊。你们可以多来一点点，不一定非要就是那种平平无奇的，像这边一样啥也没有啊，可以稍微来一点叠加的这种效果会更好一些。然后你看这块叠加完之后，这块是凸起来的，所以说你要用手，用不惯手的话，可以用我们的亚克力板。然后简单的去调整一下，把这块稍微按平整一些就可以了。然后下面的话呢，我来稍微暂停一下啊，来解答一下这个水晶球问题的同学，然后看回放的自己去快进就可以了啊，这个地方就可以快进了。我来看一下。有时候耳朵和发片会互相二试，不知道怎么处理会好看。为了躲耳朵，把发片翘起来，有时候会留缝啊。这个问题你稍等一下，我现在去把这个耳朵粘贴上去，然后给你去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发缝用压痕刀怎么按压比较自然？你说的是我们这个吧？好，稍等啊，这两个问题我们等一下都在这边去给大家进行一个解决。她温柔，她活泼，一个妹妹。也不能这么说，编不出来了。好，下面我们先来解决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属于遇到有耳朵的情况下，怎么能够避开这个耳朵，然后又能露出耳朵，又能够把头发粘贴的特别好看啊。我们先来第一个问题，然后再说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水晶球的。耳朵的粘贴的话，大家一定要尽可能记住啊，耳朵的最高点差不多是跟上眼线这个齐平的，千万不要粘得太高了，宁可粘低一点，也不要粘太高。我就说嘛，感觉今天这个做了紫色的，怎么感觉跟我们的案例不太一样？好，没事，大美娘，你可以发出来，等课后发出来嘛。发出来看看你不好的地方在哪，帮你去看一下。然后接下来的话呢，看一下就是啊，最左边这个比较长一点的这个鬓发啊，然后先把它搓长一点点，我们来开始进行制作。有耳朵更好看是吗？那我可以露一个露耳朵，一个不露耳朵吗？就像我平时披头发的时候，我平时披头发也是一个露一个不露，咱们今天也可以一个露一个不露。可能就是自从上了 Q 版的课，整个人都变得元气满满了吧。好，下面的话呢，就是开始从正中央的这个地方啊，先来确定一下咱们这个头发的这个长度。一诺说，Hello， 璎珞。啊，下面的话呢，我先来给它简单的分几个组呗。得，你这闭嘴吧，别说话了。哦，对，刚才我给那个谁啊忘说了，水晶球同学啊，就是我们在按压这个发缝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注意，不是修剪完之后它的这个发缝其实这块不是很好看，然后有的同学在按压的时候呢，它是等一下给你们去吃饭吧。就反正我们在按压的时候，记住啊，看一下我们的刀片，你给它放上去之后，你的刀片是这样按下去的，按下去呢，你看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然后你的力度就是慢慢给它抬起来，然后它的一个线条呢就会由粗，然后慢慢的就是过渡的特别细，直到没有。所以说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力度啊！你看它最后就是由宽嘚儿就变得特别的细了，就是一定要注意。我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这个侧面纹理的一个按压，看一下啊，看一下侧面是怎么去按压的，是这样子的啊。但是这个按压的线条你们要控制一下，我这刚才没控制住啊，你们自己可以去控制一下。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来开始进行一个粘贴了。好，水晶球这个问题你懂了吗？水晶球这个问题你懂了吗？
不是直直的。你的这个纹理的话，我等一下再给你讲吧。哎，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来给它把这个耳朵能够给它露出来。好，耳朵的话呢，它不是在这个头发的这个部分嘛，遇到这个部分，我看看是怎么处理的，就是给它削掉。你看啊，就中间的这是它的这个耳朵嘛，从边缘去给它削掉，刚好绕过它，绕过它之后，可能有的同学绕出来的这个地方，咔咔就是一个转折线。我们要用剪刀把这块给它剪的就是圆润一点点，你再去粘上去看一下，能不能够把它避开？你看，既能够避开它，中间这条缝你再稍微一摁就能够给它挡住了。那这块的话就刚好露出你想要的这个耳朵的这个部分了，好吧？这个刚才问这个问题的同学，然后没有的话呢，你就给我发一个弹幕啊，然后咱们这个知识点就解决了啊。然后我这第一层刘海做完之后，我就是停下来给大家就是详细的去讲解一些细节地方的处理吧。就给它往外翘吧。好，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把这个头发它有点粘得太死了，稍微就是与脸保持一点距离。然后咱们这个刘海的话呢，它差不多就已经制作完成了。想要粘贴耳朵的同学，按照刚才的那个方法来制作就可以了。下面的话呢，给大家去讲一些就是细节上面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啊，接下来就是大家有什么关于头发上的问题都可以来提问，然后我帮大家一个一个解决，好吧？作业可以做长发呀，可以做大长发，但是你要记住，你做长发的时候不能说直直的就下来了啊，不能说从脑袋最高点就下来了，你要给它稍微往里弯一点，然后再下来，或者是你给它弯下去，就是它的这个长发是这个样子的啊，我给大家就是示范一下。稍等，我那个帽呢？你们稍等我一下啊。好，比如说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它的后脑勺，你们如果想要制作它的这个长发啊，如果想要制作它的一个这个长发的话呢，这啥嘛？啊，我大概就画的也比较丑啊，因为这今天 iPad 也不得劲。你们在制作长发的时候，不能说是这个样子的，当然也可以，但一般情况下最好不要直直的下来。你们可以像这个样子，给它弯曲一点，这样的弧度啊，就是稍微让它包裹一下咱们的脑袋的这个后面，然后再给它劈下来也可以，或者是像这样子啊，就是给它弯下来之后呢，给它弯一点点的弧度啊，也是可以的。最好不要让它笔的就下来了，稍微弯一点点的弧度，不管是往外弯还是往内弯，至少是有弧度的，千万不要过于的死板了，好吧？然后接下来的话呢，给大家再刚才说一下这个。能不能留指甲？这个的话看个人吧。如果你的指甲就是你能很好的控制它不戳进粘土里面的话，是可以留的。反正是我不太习惯，因为我现在目前的这个长度都容易把指甲插进土里面。头发怎么贴的吗？后脑勺？哎呀，兔兔丫，你是不是半路来了呀？
啊，然后下面的话，我用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头发来给你们演示一下我们那个发缝的一个处理啊。很多同学就是修剪完之后就不管它了，我们需要给它放在我们的这个家里，只要有这种圆形像鸡蛋一样的工具就可以了，给它放上去，然后我们先这样啊，就是给它这样镶嵌进去，镶嵌进去，它俩相交，相交之后呢，力度先重一点，然后慢慢你慢慢的就是把这个工具抬起来的时候啊，就是力度就要越来越轻，最后呢，你就会发现，我给大家画重一点，你会发现它的线条是由粗，你看，慢慢的就过渡到细了，这个是一定要有的。然后弧度的话，你不能说就是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直线，哎呀，那也太死板了。你比如说你的这个头发，人家是自带那种弧线的嘛，就是你比如说你要是按这样子的。你是不是得给人家自带一点点的弧度？它是自带一点弧度的，你去控制刀片，去控制它的弧度，千万不要就是这样去给它画一条直直的线啊！一定要沿着边缘的弧度去给它拐个弯儿，去绘制弧度。不管是一整条的还是一半的，都要去绘制一点弧度。好啦，这个地方听懂的同学呢，可以给我扣一波1，然后呢，希望以后大家的作品中，那对于发缝的处理呢，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进步啊。哦，我一次都没有看到是吗？哎呀，这个后脑勺这，这个后脑勺再讲一遍吗？这咱们等一下再讲吧。你先看着，你先别做头发了，然后你等一下跟着我做素体，好吧？接下来的话呢，就是看一下你做好的那个脑袋，我做好的这个脑袋。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来开始去贴一下它上面的这层头发。上面的话呢，咱们是分了，就是这是1片、2片，我们先把鬓发的这个上面的头发先给它去进行一个粘贴啊，粘贴完再贴中间的，中间贴完再贴这2个小溜溜啊，就是小穗穗啊，先来贴这个左右2片鬓发上面的头发。对，跟精灵那节课的头发是比较相像的。需要练啊，这个你多练几次嘛，多练练。这个有时候对于力道的把控，它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完全把握的非常非常好的。啊，上面这个头发呢就更不能太厚了啊，两端一定要处理的薄一点，别让就是咱们在上点评课的时候，有一位同学他就是边缘就没有打薄，就是一个棱角啊，这块一定要注意了。然后就给它贴在这个刘海上面啊，这是它的一个鬓发，刘海上面的这个鬓发长度的话呢，差不多是，这有点太短了啊，差不多是要比中间这个还要再长一些些，我这有点太短了，我再加一点长，就大家听懂了就可以啊。像那个兔牙呀，等一下咱们快下课的时候我再给你讲，好吧？然后今天这个头发的话，大家想要怎么去改、怎么去编都可以啊，不一定非要做这个头发啊，你可以换成其他的这个头发都可以。好嘞，咱们这个头发做完之后，马上也要开始做素体了。啊，差不多就是这么长吧，稍微剪一点。然后下面的话呢，来把它分成3组，先把中间这一组长的分出来，再把左右2侧短的分出来。这2层头发差不多一样厚，但是你在做的时候，尽量把这2层都稍微做薄一点啊，稍微做薄一点，就不能再像咱们前5节课一样啊那么厚了。哇，怎么感觉好热呀？
头一次赶的热的我受不了了。好，不用按到头。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它这个头发是往外拨的，所以说咱们也要适当的就是给它稍微往外拨一点。这个的话，咱们给它往下去压，压完之后，这个头发给它稍微往外拨，然后这个顺道也要给它往外拨，慢慢的啊，给它往外去旋转。大美娘，你过分了啊！你开就开吧，你跟我说你开了空调，我又没开。好，一定要把这个给它稍微往外拨啊，弯一点弧度，给它就是往外去拨一拨。好，接下来给它进行一个粘贴。这个怎么还粘死了嘞？它拨开，别让它粘的那么死。你看这块的话，你粘了第二层之后，很明显能够看到，你看这就是层次的一个关系。所以说边缘这块的话，要适当的打薄，在打薄的过程中也是，就是脑袋这块特别容易宽，所以说你得适当的给它就是往下按压一下，适当的往下按压一些。慢慢去调整啊，这也不着急。好，然后这是第一层，然后是中间的这一层，中间的这一层的话，它也是类似于一个小月牙的一个形状。过分了，你们这真的是过分的不行不行了啊！你这还唱起了歌。啊，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小月牙啊，我们先把这个小月牙的形状先给它塑造出来，就是一个长长的这个。你就每一次上课，翟阿姨都在出发，我跟你讲，就没有一次是她不在的。好，做好之后，你看啊，我们来给它就是稍微弯一点点的这个弧度啊，稍微用手慢慢的去弯，你可以用大拇指在边缘稍微扶着它一点，这样的话呢，弯出来的弧度它会更加的自然一些。就是像这样子啊，稍微弯曲一点弧度，然后我们来给它就是拿下来，然后按照你们想要的一个长度，你们可以先去标记一下。标记一下自己的一个想要的一个长度。这块的弧度就更要注意了，一定要是这种带弯的啊，沿着边缘的这个弧线来的，或者是你们可以把它修剪好之后再弯啊，反正这个是要看个人的一个情况的，视情况而定。想吃肉肉，你让翟阿姨，翟阿姨给咱们寄一点肉肉来，然后咱们可以直播吃肉，吃翟阿姨做的肉。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翟阿姨你自己吃，你不如拿来让我们一起吃。啊，你看这样的话，一个弯弯的这个小月牙的这个弧度就给它制作出来了，然后把它贴在中间的这个上面啊，然后这个小弧度一定要给它翘起来，才能够自然一些。
然后接下来的话，去把这个小碎发去添加一下。小碎发的话呢，我们这里就用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方法吧，就是拿一坨啊，先拿一坨，这个去搓的话太麻烦了，我直接就拿一坨就可以了。我先放在下面揉一会儿，我有点揉不动啊，我得放在下面。你们这真的是边上课边干饭啊，彻底不做了是吗？好，就剪一个这样的小长条、小发片儿，然后用手去把它进行一个按压，用我们的剪刀在旁边剪一个这样的小碎发。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小碎发。就是一个特别粗，一个特别细，然后就是给它粘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在粘的时候可以就是稍微就是，哎，放在另外一层的上面也是可以的。哎，这怎么粘死了？啊，就是这样给它贴上去，稍微调整一下。好，接下来去贴一下，就是这边的这个头发。啊，咱们这个刘海马上做完了。做完之后，我们就要来制作这个发箍了。那发箍的话呢，你们也可以不用做这种动物的。那你们之前不是也学过那个就是仿真的花卉嘛？那你们可以做一些卡通的，像一些小花环一样的发卡呀、珍珠发卡呀、动物发卡。动物的话，它有就是有鹿啊，然后有一些小青蛙呀，然后还有一些狮子、老虎的这个耳朵，你们都可以，其实都可以去给它往上去进行一个添加啊。所以说，你不光是可以局限于今天的这个粉色的熊耳朵，其他的话也都是可以的。好，然后在处理完之后，给它去调整一下。小鹿角发箍可以搞一个。边边稍微给它翘一点点。在翘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就是前后的一个关系，就是不要让它一起都翘起来。你可以一个稍微靠前一点，一个稍微往下摁一点，从正面都可以看到两个小呆毛的话，像这种的话呢，它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然后最后再去把它旁边那个给它添加上去啊，旁边那个小呆毛添加上去就可以了。啊，玩粘土的波波没学明白的感觉，你是哪里不懂嘞？告诉我，玩粘土的波波，你之前那几节课都来过吧？应该都在吧？我记得这个名字很熟悉，你都来过吧？你这哪块不懂？你说。要哭了，你哪块不懂？你哭个啥？啊，你不懂你就说，哭啥？都做的不好，那你会不会？你先说老师上课讲的你会不会，你再说做的好不好。好不好的话，那个是跟你练的这个多少是有关的。你像很多同学，他第一节课做那个素题，妈呀，你知道我下课之后收到大家的作品，我头都炸了。但是第二节课大家就是练了2遍，立马就是有了超大的这个进步。所以说，
你到底是没有压根就没听懂呢，还是说你就觉得自己做不好呢？好，然后我们的这个刘海就做好了啊，做好了之后，把左右两侧的这个头发都要给它往里稍微收一收，捏一捏。啊，做好了之后的话呢，我们来开始去把它那个发箍给它去添加上去啊，去添加一下它那个发箍，然后用我们的亚克力板把中间这块都给它搞平整一些。啊，你看，给它搞的这个圆圆的、平平整整的。尤其是左右两边的头发最容易厚了。咱们之前在学那个，那叫谁来着？在学那叫谁来着？小可爱的时候，它不是有2层嘛？那在做的时候，很多同学容易把脑袋这块做的特别宽，然后刘海这块做，就下巴这块做的特别窄，就感觉很奇怪。所以说你们在做的时候，脑袋上方一定要适当的去进行一个调整。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去把它那个发箍进行一个粘贴。发箍的话呢，它是用啊，我用白色吧，我用肤色吧，这个白色是韩国土，太黏了。啊，我们来给它调一个淡淡的粉色，加一点点的红，然后再加一丢丢的黄。哇，那烤猪蹄那相当的香啊！我估计我看回放的时间是最长的2、3倍。你看若若她这个作品的话，也算是非常好、非常棒的了。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她说她那个回放都是看了好几遍，所以说你也不要着急啊。所以说波波你不要着急，你像优秀的同学，他也不是说做出来的他就很优秀，他都是看了好多遍的。所以说你不要害怕，你也不要哭，不要急。然后下面的话呢，你们想要做什么发箍，你们就调出一个什么样的颜色。比如说你们想要做鹿，你们就调鹿啊。像我的话是不会给你们做课外延伸的，我们就，这节课是啥呢？我们就做啥。啊，你看我这终于调出了我要的一个颜色。像调这种粉色的时候，一般都是需要加一点黄色，会更有质感一些。然后下面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发箍的话是中间宽，两端会偏细一点点的这种啊，所以说我们先来去搓一个长条。就这个长条的话，要确保能够把整个脑袋给它围住。其实我们现在应该给它不应该做一个粉色了，应该做一个蓝色的，但是我已经做了，那调色调完之后才想起来这，哎呀。后悔都来不及。啊，厚度的话呢是稍微给它弄一点厚度，差不多是将近一个多厚呢？将近一个2毫米的这个厚度。然后接下来你可以给它放在我们的这个耳朵，差不多就是这个眼皮的上方的这个部分，然后给它进行一个简单的包裹，测量一下它的这个长度，然后我们再给它拿下来，用我们的这个就是用我们的这个压痕刀工具啊，用我们的这个不是压痕刀，是这叫什么来着？切割刀片。为啥蓝色的？因为它的眼睛是紫色的啊，其实跟粉色也可以配啊，也可以配，但我更喜欢跟蓝色。啊，你看，就给它做成了一个两端比较就是窄，中间比较宽的。然后你可以把就是两端的这个刚才弄的四四方方的，给它弄成一个偏圆润一点的这个弧形，用手捏一捏。给这块捏的不要那么有棱角就可以了，然后将它进行一个粘贴就可以了，粘在它们中间交界的这个缝上面就行。然后边缘的话，这块是有棱角的，或者是没有棱角的都可以，这个要看个人的一个习惯和喜好。你们看你们想要有棱角的还是没有棱角的啊？这个看个人的一个习惯。好，贴完之后从正面看，最好你不要轻易的去碰它，因为可能在做的时候，头发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什么棱啊，就是一些波波折折的东西。你一碰的话，它的这个就有的地方就凹进去了，有的地方就凸起来了。所以说一般就不要碰了，你或者是你等它稍微晾干一点点，就等这个发箍它的一个长度切好了，晾干一点，你再去进行一个粘贴。
啊，或者是最后你像我一样用亚克力板轻轻的去调整一下它的这个面，让它就稍微圆润一点就 OK 了。然后你想要做那种毛线发箍的话呢，你可以就是用我们的切割刀呀、七本针上面的这个纹理，我们可以在它的这个上面简单的去滚压一下，可以滚出那种有质感的发箍，好吧？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来制作一下它的这个耳朵。耳朵的话呢，我就快速简单的给大家就是制作一下啊，没有什么特别难的这个地方。红棕色的发箍，红棕色的，我想一想啊，可以啊。马卡龙色系的，马卡龙色系也不错啊。你们这节课可以搭配一个马卡龙色系的这个，也可以。耳朵的话，相对来说也是会偏厚一点点的，然后你们就自己发挥吧。我这里就做的可简单了，你这种小蘑菇的东西，你不用我多强调了，你们肯定都会啊，你们肯定都会。我就是把该教的教了就行，万一有不会的呢，是不是？我把该教的教了就可以了。虽然没看过 Q 版课回放，但是基础课的时候一直在练习。啊，我看过你做的那个，以前看过你做的那个 Q 版，还是蛮不错的。我觉得你还挺勤奋的，真的是节节课都在上。你说这不练，至少眼睛看都得看灰了。咋的？快下课了，这咋来了个99个人？好，揉个圆，按个扁。然后给它贴在上面，偷懒的一个小方法。然后你们想要做什么啊，自己去课后去添加就可以了。你看这紫色配粉色有点怪怪的，其实应该配个蓝的哎，这有点怪怪的。好了，那接下来的话呢，咱们整个脑袋的部分就已经制作完成了。最后的话给它添加一个灵魂的这个呆毛啊，灵魂的这个呆毛，我也懒得搓小圆球了，我就把这块搓平剪一个就可以了啊。大家最好给它搓圆去剪。啊，这个呆毛的话就尽量不要太细，稍微粗一点。好啦，那下面的话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制作本节课程的一个素体了。我这粘的有点紧啊，就稍微给它蓬松一点。就是你上面可以粘紧一点，但是下面的话我们要稍微就是保持一定的这个蓬松啊。你在摁压完整体的一个形状之后，下面的这些你可以稍微去调整一下，就是拨一拨，让它稍微就是这样蓬松一点。蓬松一点的话就没有刚才那么死板了。好，来晚了，等等从素体开始捏吧。好啊，那现在咱们就开始从素体的部分开始进行一个制作吧。然后头发的话，我们就制作到这里了。耳朵的话，大家喜欢添加的话，课后可以去给它添加一下，好吧？这是我们本节课程的一个头发的制作。啊，这块的话呢，案例上的话呢，它是中间这块缝相对来说会偏大一点。如果你们也想要偏大一点的这个缝的话，你们可以把中间的这个部分给它去就是剪掉，可以这块给它修整一下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些大家都是可以自己去调整的啊，最好做的时候就调整啊，我这是事后调整，事后就不太好。好，给它放在旁边，然后我们来开始去制作素体。今天的话呢，我们整个身体马上就100了，哎，这是讲到素体了，大家都来了。我们的话呢，接下来的话就要开始去讲解素体的一个制作了。我们的今天这个素体的话呢，它是一个2.5头身的人物，那相信大家也有这张图纸，但是我们不会按照这个图纸来制作的，因为你看
明显就缩小了1倍嘛。但是你们在制作的时候要理解一下，我们该去如何掌握它的一个比例。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从它的这个胯骨轴子，也就是大腿外侧根部的这个部分啊，大腿外侧根部，也就是我们的胯部的这个部分，我们差不多这是一个腿的长度，你可以就是放在我们上面的这个头部的时候，你可以去测量一下，从这个地方到它的脚底板的地方，大概是一个脑袋，虽然说没有到达一个脑袋，但也差不多了。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把整条腿的长度按照一个头的长度来进行制作就可以了。我们每一节课制作的脑袋几乎都是4厘米吧，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腿的长度呢，就是给它确定在4厘米就OK 了啊。然后呢，它的这个从胯部往上脖子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去简单的测量一下，差不多是4/5啊，4/5，把它均匀的分成5份，就是4/5的一个脑袋。那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就给它控制在一个2.5厘米到3厘米，3厘米的话，你可以自己除一下吧，反正就给它尽量控制在2.5厘米左右就可以了啊，2.5厘米就可以了。这个就是简单的测量方法，你们也可以不用打印。你们如果有这样的圆规的话，你们直接就是可以放在手机上，然后这样去量一下它们之间的比例，做一个大概的换算就可以了，没必要非要特别的精准，其实之间稍微有一点差别是 OK 的啊。那我们接下来先从腿部开始制作，然后再制作上半身。因为我个人是习惯先做腿，再制作上半身。因为我在做的时候很容易把腿做的特别粗，上半身做的特别细，最后就搭不到一块儿。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来决定是先做哪一个部分，好吧？所以说这块的话呢，对于我们做腿的步骤啊，以及整个身体的制作步骤，大家都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定就可以了啊。老师知道迷人的郭老师吗？知道啊，郭言郭语。好啦，接下来的话呢，咱们开始制作身体了。像之前没有觉得学的不太懂的同学，正好我们今天可以继续去进行一个复习啊，进行一个复习。首先，我们随机拿出一块直径是2厘米左右的肤色粘土，把它搓成一个萝卜的形状。我们这节课不做脚，因为它到时候要被切掉做鞋子。啊，所以说我们这节课不做脚，我们先给它搓一个萝卜形，然后最细的这个地方呢，差不多是一个5到6毫米之间的一个粗细程度。那在1、2、3、4厘米的这个地方，它最粗的话呢，是在1厘米到1.1、1.2厘米之间的一个样子。看你们想要做粗细，就是多粗多细的。啊，最细的是在一个5毫米，4厘米这块最粗的是在1厘米左右就可以了。你如果想要把腿做的再细一点的话，你可以自己调整。然后接下来抹一点凡士林开始制作。我先把下面这块圆不溜秋的先给它剪掉。啊，你们这块可以不用调整，这块的话纯属是个人看不过眼啊，所以说才要去给它剪掉啊，你们可以不用调整。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开始进行一个制作。首先我们在2厘米的这个地方啊，我把镜头给大家就稍微拉大一点点。好，把你的手的这个指尖的地方，你看掐在这个左右两侧，看到了没？指尖的这个地方啊，看回放的同学一定要看看我的手在哪个地方啊。如果掌握不住的话，可以做一个参考。掐在这个地方拿起来，然后呢，哎呀，我都拿的不太稳啊，我稍微掐紧一点，下面一定要扶着，不然拿不稳。然后呢，另外一个手掌，妈呀，指甲缝里面有粘土啊，在它的这两个指尖的这个部分啊，在2个指尖的这个部分的区域，你看是这个，稍微往后推一点点，稍微往后推。就是这个样子的，看到了没？这块已经被捏变形了，但是从侧面看的话，它的膝盖就是你看有一个这样的弧度往后了。接下来的话呢，你看转折的这个地方，用手稍微抹一抹，这边也稍微抹一抹，看就是我们刚才捏变形的这个地方啊。好，抹一抹。然后膝盖的话，之前为什么说有的同学膝盖是圆的，是因为捏完之后把你的手放在上面，看到了没？放在膝盖的这个地方，看到了没？看看侧面，再看看正面。正面的话是呈这样子的一个形态的，掐住它的膝盖，侧面是呈这样子的。然后慢慢的看好啦，你看我的手的这个侧面，
慢慢给它往上掐。它的这个膝盖是不是就是一个 V 字形的感觉？是不是？做好了之后，然后我们来开始去做它的这个腿窝的这个部分啊。虽然是三角形，但是也要把每一个部分都处理的圆滑一些。膝盖的话呢，是从腿窝的话是从膝盖的这个地方，我们左右差不多倾斜一个20度左右的一个角，不要倾斜的太高了。好，你给它按出腿窝之后，把这个粘土都给它往上拨。啊，我真的是看到你的弹幕我都想笑。好，慢慢给它往上拨，实在不行的话放下来。如果你能控制好力度的话，像这样给它往上搓都 OK 啊。这个是一个步骤。好，咱们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慢慢来。啊，你看是不是已经搓好了？搓好之后，从侧面看是这个样子的。咱们需要把这个小腿肚的这个部分啊，看好了，我们从这个地方稍微给它适当的给它往下拨一拨。啊，拨完之后是一个很流畅的一个线条，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侧面的大致曲线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沿着我们刚才的那个按压的那条线，就刚才按压的那条线，给它往下去拨一拨，或者是你们不拨也没关系。到你们因为是 Q 版，没有必要去注重那么多。到你们高阶课的时候会告诉你们怎么去刻画细节的啊。现在你们这样不拨都没关系啊。好，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把它下面这个小腿，就是我们脚踝的部分，适当的搓细一点啊，不能让它太粗了，就是稍微给它搓的细长一些。虽然说不做脚，但是也需要把它的这个脚腕的部分给它搓细。搓完之后啊，搓完之后就是大致给它搓细了。好，大致搓细之后呢，去把我们的这个脚上面的那根胫骨给它轻轻的捏出来，没有必要捏的那么狠啊，没有必要捏的那么狠，轻轻的给它捏出来啊，捏出来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做的是这边的左边的这条腿，就是它的大腿，就是怎么说呢？做的是这边的腿，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粘土，这个是大腿的内侧啊，手扶着我们刚才膝盖的那个地方，另外一手也在膝盖的地方，看到了没？然后给它慢慢的去往外去拨一拨。拨完之后呢，你看它的这个大腿外侧的曲线是不是就至少是小腿外侧的曲线出来了？我们只需要啊把它看好了，是这个样子的，把手放在内侧，你可以这样去拨，就是在它的脚踝的地方拨一拨，或者是把手放在这个外侧，正面去拨一拨，哪面拨都可以。你只需要让刚才就是弯出的那个弧度给它弯一弯，再给它收回来，收成那种直的，就下面这条腿是直的就可以了，给它收回来就行。腿的取土的量就是随机的，你只需要确定好我们最细的是5毫米，4厘米，最粗的地方是1厘米，然后制作就可以了，好吧？小鹿上非洲了，为什么你要这么说呢？是去挖煤球了吗？那么黑，滚蛋吧！我不接受别人批评我，滚！啊！然后接下来你看它大致就已经给它表现出来了啊，大致就表现出来了。接下来的话呢是整个大腿的一个曲线，这个是大腿的一个内侧，我们要给它这样啊，看好了，把手放在这个大腿的内侧，给它就是这样掰直一点，这样弯曲一点，给它就是弯回来。你看这个大腿外侧是不是也有弧度啦？是不是也有弧度了？小腿肚也有了，然后到这块就绷直了。然后大体给你们再描述一下，就是它的一个大腿的这个外侧是一个弧度，然后膝盖的地方收，然后小腿肚弧度，然后到脚踝的地方再收一收，是一个很夸张的形式啊，就是大腿肚这块鼓起来，小腿肚什么大腿肚啊，说的什么玩意儿啊？这两个地方是鼓出来的，然后膝盖是收进去的，然后脚踝也是收进去的就可以了啊。你们说我黑的，滚蛋！
啊，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腿部造型。然后刚才说了腿的话，它是一个接近于4厘米的一个曲线，对不对？4厘米。然后我们把膝盖放在2厘米的这个地方啊，2厘米的中间的这条格子的这个部分，然后把多余的脚踝给它削掉啊。这是它的一个膝盖放在了这条线上面，然后4厘米是在这个地方。我一般做的小人都比较胖啊，如果你们喜欢纤细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去调整，因为每个人说实话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实话，虽然说，怎么说呢？啊，我也不会说了，不会组织语言了。制作方法都一样，但是吧，个人习惯不一样，那有时候做出来的人啊，他就胖瘦就不一样。你看，差不多就是一个4厘米了。然后接下来我们把手放在这个区域，我做的每次都特别的胖。好，给它往内拨。哎呀妈呀，你要滚到哪去？拨完之后呢，这是它的一个就是膝盖的这个，就是整个大腿的这个前方啊，就是前面膝盖的这个部分，然后给它来弯一点点的这个弧度，看到了没？让它这个弧度自然一点，然后从正面看去调整一下你的这个小腿的这个部分就可以了。哎呀妈，我这小腿做的也太粗了吧！啊，大家一定要去把脚踝的这个粗细程度和这个小腿肚的粗细程度区分开来啊。一定要做一个稍微明显的一个区分。好，那做好之后的话呢，我们来去把它的这个屁股的部分给它制作出来，就是把所有的粘土都往后堆嘛，往后堆，然后这个区域你给它往外拨一拨，让它的侧面是一个圆润的一个弧线，然后边缘给它稍微掐一掐，然后把这个小腿肚，就是从它的这个不是小腿肚，叫什么来着？膝盖窝啊的粘土给它稍微往上推一点点。然后再用我们的这个压痕刀给它画一个弯弯的小月牙的这个形状，这样的话它的一个屁股就制作出来了，把下面这个大腿的这个部分给它拨平就可以。然后屁股的话呢是往外，然后再往内去收一下啊。好，这个就是咱们的腿部的一个造型制作了，有点胖啊，请大家见谅，可能就是冬天了得长点膘啊来御寒。好，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大腿的这个外侧的一个造型。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制作一下另外一条腿。检查完之后，它可能会偏长一点，不过都没有关系啊。人物难不难？你去问一下这些正在学人物的，你问他难不难？啊，下面呢，我们这条小胖腿的话，就给它放在一侧，开始去制作另外一条小胖腿啊，这个肉肉的小胖腿。好，现在的话，你们对于这个腿的制作了解了吗？现在应该要比我们上节课制作身体的那节课，要清楚很多了吧？难死了，你看这个。好，接下来制作另外一条腿。谁说的啊？那有的人手就可白了，我的手就算是白的了。没有发现我最近白了吗？微缩很简单的，你问问这些学微缩的人，其实微缩比较简单，只是费时间。好，接下来的话来制作一下另外一条腿。首先的话呢，给它搓成一个萝卜的形状啊。刚才没学会的，现在再跟着做一遍。最细的是在5毫米，最粗的也就是4厘米的地方呢，给它把控在1厘米的这个地方。做好了之后，我们把手掐在这块我不想要啊，就不要了。我把它掐在这个2厘米的这个部分啊，2厘米的这个上面的这个部分掐住它，然后用我们的手给它就是往下怼，我可能会得到一个粗细不一样的腿啊。
可能会得到一个粗细不一样的腿。灯还真是。没关系，好，捏完之后的话呢，它的左右两侧这块的棱角需要给它稍微抹一抹。啊，然后膝盖的这个地方的话，用你的手轻轻的去捏肩啊，然后把就是腿的上面也要轻轻的，上面就没有用那么大力了。其实我就是简单的调整一下，然后让它做一个明显的一个过渡就可以了。然后这是它的膝盖的部分，希望等一下你们发给我的作品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进步啊。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个就是这叫什么来着啊？就是腿窝的这个部分啊，就是给它倾斜。哎呀妈呀，我这脑子呀，倾斜20多度吧，然后给它按压啊，差不多。然后把多余的土给它往上去拨，往上去拨一拨，就很简单，去把这个地方搓细就可以了。但是也不要把它的大腿上面搓细啊，就是只是让它这块细，然后慢慢的过渡过去。然后这是小腿肚，为什么说我这条腿就是做细了呢？8个样，气死我了！为什么这条腿又细了？啊，不光是后面要拨一拨，然后左右两侧的这块肉也要去给它拨一拨，每个地方的部分你们都需要去注意啊。好，做好了之后的话，把就是脚踝的地方搓细一点，就是用手简单的搓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的话是我们的胫骨的部分，去用手轻轻的捏一捏就可以了。捏完之后呢，我们给它翻过来。接下来的话，我们这条腿它不是往这边去推的嘛？我们这条腿就给它往我们的右边啊，就是这个方向去推啊，这个方向去推。给它一个手扶着，另外一个手给它往外推。然后呢？然后你可以给它翻过来，就是这个就看你们怎么顺手怎么来了。这个要看你们用着怎么顺手怎么来。啊，然后做好了之后的话呢，就是把大腿的这个内侧给它弯一个这样的一个弧度，然后大腿的这个外侧曲线这个时候就也出来了。啊，大腿外侧还有小腿外侧的整体的一个曲线就表现出来了。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个大粗腿，一个小细腿儿啊，我真的想把左边那条腿改一改。我们等一下把这条腿改一下啊，把那条腿改细一下，正好没学会的可以再学一遍。好，弄完之后的话，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要给它绕过膝盖，绕过膝盖，给它稍微往下拨一拨。就是有一条线是我们从腿后跟嘚儿绕过来的，绕到膝盖前方的这条线。这些细节的话，你们到后面的高阶课程会学到很多。好，然后这样的话，咱们的一个小腿的这个腿部的制作就已经完成了。这个是它的一个侧面，是有一个由细到粗的一个变化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膝盖的这个最高点放在我们的2厘米的这个地方的区域，然后将多余的部分都给它去裁切掉就可以了。老师做的像真的一样，平时多观察观察自己的腿。我反正每天上班的时候，我路过我们楼道的那个镜子，我就会看一下，哎呀，真好看。虽然腿很胖，但是还真是那么个回事儿啊。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把它的这个屁股给它制作出来，给它往内拨一拨。我尽量把控在4厘米的这个区间。不能让它再长了。啊，拨完之后的话，这个是它的一个侧面啊，就是大腿的腿窝的后面，把这个的粘土都给它堆积到这个整条从腿窝到这个顶部的1/2的这个地方。推到这个地方之后，用我们的这个压痕刀给它画一个小月牙，把它的这个屁股蛋给它就是明显的表现出来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就是把边缘的棱角给它稍微掐一掐就行。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腿部的一个造型。其实做正比的话，它跟这个做 Q 版的腿差不多，真的差不多。你们学了之后，就是难度就是只是由一个小腿变大腿了，就是更难把控了。
但做的方法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差别。你们做了就知道，难度其实不在技巧，还在于大小。哎，所以说你们前面的 Q 版一定要把整个素体先给它练好了，不然到正比的话你们会头痛的啊。啊，这个就是我们这条腿的一个造型。啊，一条大粗腿，一条小细腿。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要不要来给大家就是再示范一条啊？再示范一条啊，因为我那个出现了个 bug， 就这条腿做粗了啊，我还是比较像今天这个小人的话，还是给它做细一点会比较好啊。然后现在的话呢，明天就上正比了，加油，给大美娘加个油，我鼓个气儿。啊，下面的话呢，你们现在在那个腿部的制作上面还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就你们在腿部上面还有什么问题？然后我现在再给你们去强调一下。反正我也要重做腿了，你们有什么问题吗？可以说一说。屁股蛋还不会啊？这谁在笑那个屁股蛋？高高是不是屁股蛋还不会啊？那我们就再来示范一下屁股蛋吧。然后好，从现在开始看回放的同学直接跳过快进，好吧？脚腕，脚腕我们这节课不做啊，水晶球你的 bug 是不是又停在脚腕的地方了？好，下课我再告诉你啊，先等一下。啊，我们现在的话，先确定最细最粗，然后在2厘米的这个地方去掐住它，后推一推。啊，这样就推完之后，大腿根，好的。然后做的时候一定要时刻比对啊，别这条腿又给它做那个啥了。其实做的时候呢，它长了短了都没关系，后期我们自己可以给它简单的调整一下。好，先把整条膝盖的刚才按压的地方全给它调整的圆滑流畅，然后接下来用手捏出它这个膝盖的这个部分啊，呈三角形的一个造型，这样慢慢给它捏出来。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沿着这个膝盖啊，你看膝盖的这个部分啊，差不多倾斜一定的角度。啊，就是这个膝盖尖往上一点的这个位置。这谁小木发了个3.20啥意思？给我背圆周率呢？啊，搞什么呢？发了什么？你多练练，你就会发现它 so easy 了。只是对于初学者来说，它是有点难把控的。但是你多练几遍，你就会发现，哦，它的一些知识点啊，就那么几个，变来变去也就那么几个，就没有什么可难的了。好，接下来的话呢，是把它的这个小腿肚先给它表现出来。小腿肚的话，我这节课下课要看一看大家的小腿肚表现的怎么样啊。如果这节课能够把小腿肚的这个地方稍微解决一点的话，其实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妈呀，又做细了，我真的是服了。你看我都一下子做不成粗细一致的，更何况你们嘞？时刻去对比，像我这种懒人就不想对比，所以说我做东西都很慢。好，接下来的话是我们的这个大腿根了。像这样的话，一般都是把大拇指放在内侧的这个地方，然后给它就是弯一个弧度之后，我们这个你看往外去搓，看就是它的这个侧面搓着给它就搓着就往外了，就是搓着就往外了。你看是这样子，搓着就往外了。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就不按照那个来了，我们直接按照这个腿的一个粗细来，就是决定一下它的这个长短的这个部分就 OK 了。然后下面的话不会屁股蛋的人来看过来，首先的话呢，你是需要将就是这个是腿的这个外侧的部分嘛，对吧？这是腿的这个外侧的部分，给它把土给它这样嘬起来，嘬成这样。做成这样之后呢，你先把就是这个是腿的前方，把这个给它往后拨，拨完之后，你看这个是不是就多余出来了这个部分了？你看屁股后面这块多余出来这么多，然后你需要用手给它就是捏的圆润一些，
就是这块大腿的内侧是平平的，然后边缘的话是捏的扁扁的。扁扁的之后，你看这块就鼓出来这么多，用你的棒针去从这个腿窝的地方给它往上推，差不多推到这个整条这个大腿的1/2的这个地方就可以了。然后边缘这个地方要处理圆滑一些。然后呢，我们再比对一下，看看两个屁股蛋的这个高低位置一不一致啊？确定一下高低位置，然后给它画一个半月牙。画完之后的话呢，你看这个的话跟这个比，它的 bug 在哪？就在于这个尖尖是往外的，我们需要给这个尖尖往回怼一点，让它往上去走就可以了。好，这就是腿部的一个屁股蛋的一个简单的制作方法。当然，你们到后期，因为这个是小屁股蛋，你们以后要做个成人的大屁股的话，里面就是可能是需要塞土啊，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这些填充之类的啊。不过目前的话，咱先不用塞啊，就做一个小小的、简简单单的小屁股就可以了。好，最后的话，你这块是要稍微收一收的，屁股不能一直往外走，线条是要往外最高点之后还要往回收的。好，最后的话去比对一下两条腿的一个长短是否是一致的，其实是差不多的。那我们接下来其实你们可以稍微等它晾干一点，我们再去拼贴它那个白色的内裤，因为它如果太粘的话，拼贴的时候容易出现很多问题。这条大粗腿扔掉它，不要了啊！这是它的两个小屁股。素体作业还没交啊，在这里再强调一下，就是虽然说平时我已经给大家在课堂上面去把作业点评了，但是你们该交的作业还是得交啊。我正比，我不交正比，我 Q 版讲都已经够费劲了，我还讲啥正比呀？正比你是要了我老命了，我讲是能讲的，但是我的准备工作得做很久，我感觉我很头痛。我觉得我现在就带 Q 版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带正比了，太累。备课就得备好久呢。好，接下来的话呢，来制作一下它的一个小屁股。大腿根前面是什么弧度？大腿根的话呢，它的前面是这个样子的啊。你看前面的这个是一个弯弯的一个弧度，是这个样子的弯弯的弧度。但是你弯完之后，你的小腿它会这样子，所以说你得把它的小腿给它掰回来啊，掰直溜了，掰直溜了。懂了吗？对呀，蛙哥带古风啊，你也不看看蛙哥每天熬夜到几点？你得看看他熬夜到几点。他每天可辛苦了，每天就在那研究，就是什么样的方法最简单、最能出效果，然后在那研究啊，怎么，就感觉很痛苦的样子。蛙哥好像过几天就带了，8月好像马上就要开课了。好，接下来我们要把两个这个腿给它去进行一个连接。首先就是需要一个白色的这个内裤嘛，然后咱们给它搓成一个水滴形啊，就是明天。蛙哥一天是不少呢，挺多的。好，接下来的话，你可以简简单单的把它放在桌面上去，轻轻的按扁，还是老规矩，不用这样去按，稍微倾斜一点的角度去按，然后前面这块薄一点，后面这块稍微厚一点就可以了，把它那个大屁股就是稍微给它制作出来就 OK 了。对，古风的话呢，现在是这个海苔老师和蛙哥，目前的话呢，日袜就一个老师。好啦。这就是你这样摁下来的话，一般这个前面会比较平。那平的话没关系，因为咱们的腹部本身就是平的，除非咱们吃胖了，腹部是鼓的啊。一般要把腹部稍微弄平一点点，然后把刚才就是你摁在桌面上，不是这个边缘会有一条线嘛，你把它们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了。然后用手看到了没？咱们的手不是这个样子的，你稍微往前，就是在刚才平平的这个腹部的内侧，看到了没？手的话它不是这个样子的，它是稍微靠前一点的，用手这样轻轻的给它捏一个这样的 V 字形，我们到时候去连接它的这个腿部，然后从后面屁股看的话，你看中间的这个夹缝会很宽，但是你从正面看它夹缝就会很窄，所以说这个的话呢，就是
一定要注意，就是在哪掐这个腿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再去粘贴它这个腿的一个造型。你看，有的同学他在粘的时候，他粘完之后就是这样子的。那这个的话呢，其实是正常的现象，因为我们在粘贴的时候去需要动它的这个它的整个屁股的这个造型，你需要去调整，需要去动它。贴完之后，你会成为就是那种内八腿，看到了没？内八腿，腿就是往里歪的那种因为你前面这个衔接点是在前面掐的，所以会成为那种内八字的。然后这块给它稍微往外掰一掰，就是大腿外边的这个根部稍微往外掰一掰，差不多它的腿就直溜了，就不会说两条腿叠加在一起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用我们的这个棒针工具，然后给它稍微再就是滚一滚，就是让它们之间就是衔接的更加自然一些。是吗？你们咋对盔甲那么感兴趣？我记得蛙哥当时上 Q 版的时候，很多同学都说：“哎呀，教盔甲，教盔甲。”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们继续去把另外一个粘贴住，你看它还是往内去歪的嘛，你只需要调整它的这个部分就可以了。这个部分你现在会了吗？去调整这个大腿根部，它就不会让两条腿就是叠加在一起了。慢慢的这块的话是不能急的，用手慢慢的去推呀、搓呀之类的。你滚吧，翟阿姨，你是要，哎呀，我2口老血要吞出来了，要喷出来了。好，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一定要注意两条腿的一个高低位置，最后去调整一下就可以了。然后两条腿就粘 OK 了就粘 OK 了。然后最后，如果你的胯骨轴就是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太宽的同学，稍微往内捏一捏。好啦，然后咱们整个这个腿部的这个造型就已经给它制作完成了。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给它制作一下它的这个上半身的部分。好，我们先把这个腹部的地方给它弄平一点，然后呢，屁股蛋这块没问题的话，我们从大腿跟胯骨轴子，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开始，去把这个地方给它捏的稍微瘦一点，因为到时候的话，我们是需要与它的就这个屁股上面是我们的腰部嘛，就会偏细一点，所以说你的这个地方看到了没？就是屁股的这个往上，就是在胯骨的这个地方，要给它就稍微给它往上去。捏薄一点，让身体的上方捏薄一点。我怎么感觉都不用拼贴了，这咔就可以了。好，然后腹部的这个地方一定要稍微平一些。还有就是大家最容易出现 bug 的地方，就是它们中间这个衔接点，一定要给它们衔接好了。好，差不多了，把这个地方给它就是捏薄一点，捏出这样的小窝窝之后，我们就是不管它到时候有没有用，我们都需要去从它的这个胯骨轴子的这个地方去把多余的给它去进行一个修剪。修剪完成之后的话呢，你就是动一动，你看两腿是不是掰开啦？动一动，两腿就分开了。然后用手去把我们刚才衔接的这个地方去调整一下。它刚才衔接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它是有点像一个小椭圆的一个形状的是一个小椭圆的一个形状。然后边缘的棱角都要去给它就是这样去掐一掐，或者是用亚克力板。哎呦 ，sorry， 用亚克力板调整一下。好，差不多，你看这两个小腿你们课后可以自己去多次的尝试一下
啊，这就是它的一个肉肉的这个小腿的一个制作。然后这个内裤的话，感觉不太得劲呀。那再往上调整一下啊，感觉它有点太靠下了。好啦。接下来的话，这个是它的一个背面的这个部分啊，背面的这个部分，然后这个是它的侧面的部分啊，侧面的部分，这是它正面的一个部分啊。接下来给它放在旁边，开始制作它的上半身。上半身的话呢是就是一个脑袋，半个脑袋多一点，所以说咱们就直接拿一个白色去制作它的一个身体。你想掐哪才发现这两条？发现了，闭上嘴巴，不准说。让我看谁说的。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开始制作身体的部分，然后还是先给它搓成一个，因为虽然说女性的特征呢，它是肩胯同宽，然后腰比较细，但是咱们在制作这种比较小的比例，像2.5啊、3头身、3.5头身的时候，其实这个没多大关系啊，不用表现的那么明显。除非你在制作5头身、6头身的正比啊，或者是7、8头身，你可能男女特征的这个肩胯宽的这个比例，你需要表现的明显一点。但是咱们这种比较小的 Q 版是不需要表现的那么明显的啊，是没有那么多要求的。好，随便的给它就是搓一搓。好，给它就是拍扁，然后的话呢，就是给它做成一个这样的小梯形就可以了啊。一般比较小的 Q 版的这个身体都是一个小小的这个梯形的部分。然后肩膀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它里面是穿了一个白色的内搭，所以说我们不需要做身体，直接就是把它的这个白白的内衣给它制作出来就可以了。然后就是上窄下宽嘛，就不需要表现那么多的这个宽窄的变化。然后不过肩膀的这个部分你是要给它搓的稍微细一点的，还有就是刚才放在桌子上摁的这些棱角都是要给它抹的，就是平缓一点的，不要让它那么有棱角。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是用放在我们的这个上面，然后再就是2厘米多一点点啊，不要到达2.5厘米。为什么不要到达？因为是加了脖子之后是2.5厘米，所以说我们就在2厘米的这个区间去给它进行一个调整就可以了。你可以先简单的画一下，先不要切哦，差点就切了啊。咱们需要把它的这个腰部的曲线给它稍微表现一下，就是把你的手放在这条线的上方，就是假如没有这条线，那你的手的话就是在这个区域的正中央啊，放下去给它掰一掰，然后前面的这个是脖子的部分啊，就是给它往前就是捋一捋啊。咱们可以现在先加个脖子，加个脖子看起来会更明显一点。做了一个宝，穿了尿不湿。脖子的这个地方的话是要预留的稍微长一点的啊。然后你看，把腰弄出来之后啊，给它，你看这是腰窝，然后把脖子给它稍微给它摆直了啊，这个身体的曲线就出来了。然后边缘的这个部分的话，你可以稍微把，就是我们到时候与胳膊衔接的这个棱角可以稍微给它表现的明显一点。看到了没？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曲线。然后再沿着我们刚才的这个部分，给它将多余的裁掉。然后边缘的话呢，给它扒齐了。
然后在放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出现身体后倾，整个身体都是往后倾的。这个是因为你前面的这个横截面有点不太对，因为你的横截面可能现在是这种倾斜的这种状况，那你就需要给它前面往前掰一掰，就是你要去改变它的这个倾斜面的方向。你看你现在再去放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它就没有再往后去倾斜了？所以说这块的话可以通过修改这个横截面来得到一个调整。差不多了，可以了。好，你看衔接的话，可能很多同学衔接完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的话，你如果腿干了之后的话，你是可以就是用手啊，或者是用棒针啊，去把这个部分给它滚动啊。我这还滚动不起来啊，没有白乳胶了，添点水，然后去让它们之间就是衔接的更自然一些。包括屁股后面往下推一推，是不是？然后曲线不明显了，你再去把曲线扭一遍啊，腹部给它往下拨啊。你看这块的时候是不是嘚儿就感觉胯部又不太对了，掐一掐。反正就是你得时时刻刻让你整体的身体曲线看起来永远是在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状态就可以了。好了，我们这节课身体的话就讲到这里了。下节课的话会给大家就是讲解它的一个就是服装的一个制作啊，以及它的胳膊的制作。好，包括屁股的话呢，你看腰部的这个地方一定要给它稍微往下拨一拨，千万不要这块全是屁股没有腰了啊。这个腰部的曲线说，该表现的它还是得表现出来的啊。捏住这个往后推就可以了。好了，那现在的话，我们这节课的这个 QQ 萌萌的这个小身体就制作完了。下来的话，差不多是一个就是7厘米左右啊，差不多也就是我们这节课4加多少是7，1、2、3加3厘米啊，咱还做长了没关系啊，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不到7厘米。从这块消掉的话，就是6.6到6.6到7厘米，差不多了啊。我们这节课的比例的话，把控的是刚刚好的，是2个半头身的比例。好啦，那下面的话呢，我们就来开始去解决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地方是最容易胖的，你们需要时刻的去给它往回摁一摁，调整调整。腿的话也可以粘好了之后去调整它的一个就是造型，给它往外拨一拨。好啦，这个过渡的地方一定要给它处理自然一些。好啦，把它放在旁边喽。我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呀？我上次没拨是鼓起来的，所以说腰一定要拨一拨。那下面的话呢，进入到我们本节课的问答环节，差不多达到30吧，咱们尽快解决达到30，然后我就上传回放了啊。然后大家现在的话，赶紧去发一下我们的问题。然后把这个身体的话，咱们就放在海绵上让它晾干就可以了。下节课的话，在制作的时候还得削它们。好了啊，我要来解答问题了。这个内裤一般做多大呀？怎么算呀？这个内裤的话呢，就是一般都是比较小的。你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上课的时候做的那个内裤有点偏大了，但是一般情况下内裤都会比较小。差不多是这个咋算呀？这撑死也就1厘米到1.5厘米之间
啊，1厘米到1.5厘米之间。如果你是要做一个光光的，就是脱了衣服的这个小女孩的话，你可以给她控制在一个1厘米到1.5厘米，因为她要后期穿裙子的话呢，你这块衔接的话是多大是没有关系的啊，只要你露出来的这个部分的比例是对的就可以了。这个屁股的话，除非你做的是裸体啊，这个你要控制一下。那不做裸体的话，这个地方是没有关系的。是说宽度，宽度的话，这倒还真没有什么多大的这个控制。你非要去测的话，你就因为这个腿的这个胯部的宽度是根据你腿粗来决定的，差不多是一个，你这样去测量嘛，差不多是五分之二的一个，就是一个脑袋2/5的一个尺寸，脑袋2/5就是它的一个胯宽。你可以按照我这个方法去进行一个简单的测量。啊，实在把握不准的话，你可以按这个方法来测量，就是一个脑袋的2/5。好了，然后我把它放在旁边。